為什麼飯店裡面的西紅柿炒花菜會這麼好吃呢？其實做法非常簡單。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，接下來一起來了解一下具體是怎樣制作的吧。我們最好挑選這種花球鬆散的有機花菜，用剪刀把花朵剪下來，因為這種花菜口感清脆，吃起來清甜不花硬，脆梗翠綠不花黃，代表新鮮度高。用剪刀把大朵一點的剪成小朵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成熟和入味。在剪的過程中，我們只要把菜梗剪開就可以。如果把花蕾直接剪開，會有很多的碎末。接下來往裡面加入一大把的食鹽，倒滿多一點的清水。因為花菜的結構比較複雜，在生長的過程中難免有一些蟲卵或者是細菌，我們最好加入一勺普通麵粉。食鹽有消毒殺菌的作用，而麵粉有很強的吸附性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鐘左右。接下來準備一個清洗乾淨的西紅柿，切成厚片，底部不要切斷，轉過來再切成小條，同樣也不需要切斷。這種切丁的方式快捷又方便。西紅柿富含豐富的番茄紅素，也是小朋友們特別喜歡吃的一道食材。不管是炒雞蛋還是涼飯，都深受大家的喜歡。全部切好放在盤中。做這道菜，我喜歡準備一小塊回數相間的五花肉。首先把五花肉的豬皮切下來，也不要直接扔了，可以用來做豬皮凍。接下來再切成厚薄均匀的片，五花肉也不需要太多，一小塊就可以，全部切好放在盤中備用。做這道菜，我喜歡多準備一些蒜子切成小丁，這樣可以增加花菜的蒜香味。一小塊去皮的老薑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後再切成薑絲，最後切成稍微細點的薑末，全部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備用。幾個洗淨的小米椒切成小圈，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也可以不用放，切好和薑蒜放在一起備用。準備小把洗淨的香蔥，今天只要蔥葉部分，把蔥葉切成小長段。不喜歡吃香蔥也可以用韭菜來替代。現在的花菜也已經浸泡好了，下手方便均匀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泡出了很多的雜質。因為花菜的結構比較複雜，如果是用清水直接清洗的話，很難清洗乾淨。清洗完第一遍放在乾淨的清水中，或者是流动的清水下，都淘洗2遍，直到把表面的一些污垢雜質全部淘洗乾淨，這樣吃起來才更加放心安心。洗淨之後控乾水分備用。把鍋燒熱，不用焯水，直接放入少量的食用油，倒入花菜，提前煸炒。這裡給大家科普一下，很多朋友炒花菜喜歡焯水，焯水會讓花菜的營養大量流失在水中，還會沖淡本身自帶的清甜，口感變軟，炒出來沒有鍋氣。直接下鍋生炒，花菜內部水分多，炒制時間久，容易半生不熟。全程開中火，快速翻炒，大約翻炒2分鐘左右，把花菜表面的水汽徹底炒乾，既能激發出花菜本身的清香味，後續調味更容易入味。炒制成視頻中這樣，表面微微帶有一點點金黃就可以。這個時候的花菜大約也有5成熟了。炒制成視頻中這樣，盛在大一點的盤中備用。另起鍋，不要放油，下入提前切好的五花肉，開小火煸炒出五花肉裡面的油脂。其實肉不肉都無所謂，
我們要用五花肉裡面的油脂來炒花菜，這樣炒出來吃着都有肉的鮮香味。這也是為什麼飯店裡面的素菜這麼好吃的一個重要原因。把五花肉炒至微微捲起，也炒出了很多的油脂。接下來把西紅柿丁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翻炒均勻，炒出濃稠的番茄醬汁。在這裡我們要提前加入小半勺的食鹽，快速翻炒均勻。因為食鹽有很強的穿透力，可以把西紅柿快速的炒出湯汁。大約炒1分鐘左右，西紅柿丁也炒出了很多的湯汁。接下來把切好的姜蒜、小米椒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翻炒均勻。把姜蒜炒出香味，小米椒炒出辣味。把炒好的花菜全部倒在鍋中，加入小半勺的蚝油調味，小半勺的生抽醬油，其他什麼調味料就不需要添加了。我們吃的是食材的原汁原味。開大火快速翻炒均勻，使西紅柿的酸甜味和花菜完美的融合。視頻都看到這裡啦，借您花菜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與鼓勵。加入切好的蔥段，稍微的翻炒幾下就可以出鍋裝盤了。一道營養又下飯的花菜炒西紅柿就這樣做好了。如果你也喜歡，就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。成品色澤鮮亮，花菜吸收了五花肉裡面的油脂和西紅柿的酸甜，口感脆嫩不軟爛。裡面加入了五花肉，吃着都有肉的鮮香味，主要是荤素搭配，吃着一點都不油膩。做法簡單，沒有太多的調味料，不管是作為家常菜還是用來招待客人，都是非常的有面子。人間煙火，簡單美食，我是煙火味廚房阿光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